ESTJ 呢是 MBTI 中的父母高发区，他老管着我，有点 ESTJ 哦。他不顾我的想法，有点 ESTJ 哦。他一点小事都要放大去教训我，有点 ESTJ 哦。这期视频带你前所未有的生动的走进 ESTJ。按照惯例呢，我想先找点 ESTJ 有趣的 memes 的。那是真难找啊！我也能理解啊，作为 MBTI 话题下热度最低的人格之一，有活的 memes 呢都被贴到别的人格去了，没有给 ESTJ 留太多。老规矩，我们就直接从 ESTJ 被误解最多的3个地方开始。第一 ，ESTJ 很可能比 INFP 有更界限分明的价值观，而且看起来更加真性情，甚至更容易识别出情绪，在极大的压力下，还会比 INFP 更沉湎在自己个人的情感中。第二 ，ESTJ 很可能比 ENTJ 更乐于去探索不同的新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且更乐意去欣赏各种小创意、小创新。在不健康的状态下，甚至比 ENFP 看起来都更喜欢尝试新东西。第三 ，ESTJ 很可能和 ESFJ 和 ENFJ 一样，非常的乐于助人，特别是喜欢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的目标。这里刷刷，第一次看飞船系列的小伙伴强烈建议先暂停一下，去看看前置视频。老朋友的话呢，我们就直入主题了。我们把 ESTJ 看成一艘飞船，让 ESTJ 成为 ESTJ 的，不是他们的行为表现，而是行为表现背后的那些心理动力。相同的心理动力，完全可能驱使 ESTJ 做不同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 ESTJ 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有迹可循的。这些心理动力就是 ESTJ 飞船上的船员，他们分别在 ESTJ 的性格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好像在飞船上有不同的职位那样。那登陆 ESTJ 飞船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艘飞船的指挥官。当当当当 ，ESTJ 飞船的指挥官学名叫做外倾思维 （Extroverted Thinking） 简称 TE。撇开指挥官的身份不谈 ，TE 这个认知过程，这个心理动力本身想要什么呢？他关注的是在外面的世界中那些客观的东西，通常是可以去明确衡量的东西。他想要去好像拼凑机器那样，让一切都能够系统化的良好运作。他去评估或者做决策的方式，通常是要么达标，要么没达标，会非常的清晰明了。当 TE 是飞船的指挥官，那自然这艘飞船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他的影响。指挥官 TE 会在飞船内非常的强势，而且有很高的话语权。换句话说，对 ESTJ 而言，让一切都能够系统化的良好运作，几乎是他们忍不住会去追求的，就像鱼儿追求水那样，根本离不开。很多人对于 ESTJ 的大误解就是，他们一意孤行的固执的要求别人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完全和 ESTJ 本身的动力背道而驰。用一个 ESTJ 或 ENTJ 的原话来说，因为他们的指挥官都是 TE， 所有的位置都有合适的东西，而所有的东西都有合适的位置。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乃至每件东西都有自己能够发光，也应该去发光发热的地方为世界的良好运转贡献一份力。只要你存在，你就会有适合自己的位置，而只要有位置，就一定会有适合这个位置的人或者东西。正因为这份想要一切都良好运转的追求让 ESTJ 对于每个人每份资源的功能都会非常的敏锐。你没听错，每个人的功能虽然事无绝对，但是这是 ESTJ 非常常见的习惯，从一个功能的角度去看人。比如一个 ESTJ 参加了一场活动丰富、内容有趣的交友会，进行了很多社交，认识了各种不一样性格、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然后活动过后ESTJ 和其他的朋友在回顾这场聚会，有的人说：“哎呀，那个小明好帅好像是中英混血。”在 ESTJ 的视角下，可能是这样。小明就是那个做过多国翻译，尤其擅长中英互译的那个。还有人说，你记得吗？那个小王当时讲了一个笑话，笑死我了，好像是一个人掉到水里什么的。在 ESTJ 的视角下，可能是这样。那个小王讲话水平不错，开了一家理发店，经营的也很好。这就是前面 ESTJ 自白的后半句：每个人每个东西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小明合适的位置就是多国翻译、中英互译，而小王合适的位置就是演讲讲话、美容理发。那 ESTJ 自白的前半句呢？每个位置都有合适的东西或者合适的人，又可以这么理解。比如1个月后你搬家了，搬到了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然后和 ESTJ 打电话聊到了说，哎呀，我又得重新找一个不错的理发店了。只听 ESTJ 一下就告诉你，
啊，你那个地方离小王的理发店很近啊，他的理发店好评很多，你去看看。你疑惑，小王是谁啊？我们有朋友叫小王吗？ESTJ 告诉你，不就是上次聚会开理发店的那个吗？所以如果你和 ESTJ 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他们有点像是哆啦 A 梦的百宝袋啊，又好像一个就是中介万事通，好像面对不同的需求，他们都能知道到底该找谁更好。你要理发找小王，你要订餐找小张，你要学英语找小明，你要实习找小李。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底层逻辑？因为指挥官 TE 的核心诉求就是让一切都系统化的良好运作，让一切可控。那么自然 ESTJ 就会很容易去关注到，在这个名叫世界的机器上，每个凹槽里更适合放哪颗螺丝钉，而每颗螺丝钉又可以放进哪些凹槽，这样我才能去控制和调配资源，去确保机器的良好运转嘛。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指挥官 TE 看到一个方形的螺丝钉，我非要插进那个圆形的凹槽，他能看得顺眼吗？这不是让世界这台机器运转得更糟糕吗？他会感觉自己有义务，理所当然的要去修正它，要去指正它。然后你再想象一下，当指挥官 TE 看到有人明明能当好螺丝钉，但是却没能实现自己该有的能力、潜力、价值的时候，那又是何等的难受和痛心。这也是 ESTJ 很容易有意无意成为领导的重要原因。有句话怎么说？家务不属于男人，也不属于女人，属于先看不下去的人。同理，其实领导也是这样，哪怕有的时候 ESTJ 自己不一定那么想当。我们一定要理解啊，指挥官 TE 的诉求对于 ESTJ 来说，几乎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天性，他没有办法不听指挥官的声音。就拿自由来说，每个人都喜欢广义的自由的。但是自由对于 ESTJ 来说，恐怕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好意思，不受约束的那种自由，而是我终于安排好了一切，每个人和事儿都在自己该在的位置上了，然后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的自由。换句话说，在还不能确保一切都运作良好的时候， ESTJ 会理所当然的不断推动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直到把控调节好了所有资源，既是他们的兴趣，又是他们的天赋。你感兴趣，自然也容易得到更多的锻炼和成长。一方面呢，这个会让他们是特别热心的那批人，有谁需要帮助，他们真的超乐意去提供帮助，特别是帮助他人去规划目标，去取得成就，去达成他们客观的一个需求。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帮助呢，对于一些不够理解他们的人，或者当他们本身发展的不够成熟的时候，会显得有些 pushy， 或者说就是强势越界。比如你在求职，然后寻求你的 ESTJ 朋友的帮助， ESTJ 的朋友很高兴啊，行啊，告诉我你的需求，来看看有没有匹配的资源给你。然后你跟他讲你的求职方向、你的薪资要求等等等等， ESTJ 呢也真的给你很多想要的帮助，无论是信息层面的，还是实际帮你去联系打电话。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一个时刻开始，你突然觉得事情有一点小小的不对劲，可能是早上起床，你看到的第一条消息就是 ESTJ 发给你的。Hello， 早上好，今天你给公司 A 的简历准备好了吗？然后中午吃饭接到 ESTJ 的电话，我把你推到了公司 C， 这是 HR 的电话，你记得今天下午之前打给他。你真的很感动，他提供了很多好多的帮助但是同时呢，也觉得怪怪的，怎么感觉他现在成了你的监工，有点被他的节奏带着走呢？当然，这种早上发信息、中午打电话监督的略微夸张了一些，但对于 ESTJ 的指挥官 TE 而言，他真的就想确保你能够达成你要的目标。他做这些的底层逻辑是在和你同步信息，在确保自己帮到了你，确保你没有掉队。虽然在这个确保的过程中，你个人的生活节奏你的一些细腻的感受你的其他目标可能都不会被他考虑的太优先，除非你明确的向 ESTJ 说清楚。真的，你向 ESTJ 在明面上表达清楚就行，因为指挥官 TE 是非常欢迎思维和交流的碰撞的。他都要在你身上帮助你去实现计划了，你的想法一定是他在意的，就怕你不好意思，你不说，那他反而真的不一定意识到。越成熟的 ESTJ 在追求目标的达成上会考虑的越全面，也会越有耐心，不会那么急于去不断的想和你确保目标的达成。比如在帮朋友找工作的这件事上，他们会理解如果去适应你的节奏和你的求职方式来给你提供帮助，会带给你更有效以及更长久有利的结果。当然前提是你的节奏不是偷懒或逃避，而是真的有自己的一些思路和规划。所以我们能看到指挥官 TE 的本质其实并不是功利或者精英主义，
而是希望能够发挥所有资源、所有人最大的价值。只是他倾向于通过在外界相对清晰明了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价值有没有发挥到，不太接受精神胜利法，而是要实际看到能力和产出。比如你有一个 ESTJ 的老板，你想申请升职加薪，你去跟他描述，我好热爱公司啊，公司对我来说是一个好重要的地方，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棒的员工，这些可能会打动他，他会觉得啊，你很自信啊，你也很有不错的这个动力啊，但是他的指挥官 T 会忍不住冒头。所以能不能说说你到现在为止做成了哪些项目，做了多少业绩？给你升职之后，你又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把哪些数据或产出提升上去呢？熟悉吗？是不是在职场中经常就听到这类话术？因为确确实实 ，TE 就是站在外界、机构、公司的角度去衡量和评估你内在发生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对应的外界证据，对 TE 而言多少是有一些虚和空洞的。你的情感很真挚，你也特别让大家喜欢，你说的也很有道理。但是你考了59分了，这才是铁的事实啊，伟。关于指挥官 TE 可以聊的还有很多，感兴趣的可以直接移步我的 TE 专题。ESTJ 飞船上的船员可不只是指挥官 TE。当当当当，有请 ESTJ 飞船的副指挥，学名叫做内倾感觉 Introverted Sensing， 简称 SI。这也是 ESTJ 和 ENTJ 最大的区别，因为 ENTJ 的副指挥另有其人。SI 本身想要什么呢？他总是想通过对于自己主观经历的回顾与复现，来借此理解自己当下所经历和遭遇的一切，也就是格外重视对于自己已有的实际具体的经历的积累，总是把这些积累和当下做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他关注的是主观的经历，也就是说具备非常强烈的个人视角。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样是一阵风吹过两个 SI 人的脸，很可能一个会觉得这好像我爱人吐气到脸上的感觉，而另一个可能会觉得这就是黄梅天要下雨的感觉。完全取决于两个 SI 人各自积累的不同的经历是什么。但是呢 SI 在 ESTJ 飞船上是一个副指挥，虽然也是指挥阶层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服务于指挥官 TE 的。他会帮助 ESTJ 在去实现目标调节资源的这个过程中更加的稳定可靠，更加小心的去遵循那些已有的可靠的规则和章程。发展的越好的副指挥 SI 越能去平衡好指挥官 TE， 而发展的越不成熟的副指挥 SI 越容易成为指挥官 TE 纯粹的一个走狗工具人，任由指挥官 TE 因为急于求成，反而断送了原本可以达成的良好结果。就拿前面为求职朋友提供帮助做例子，朋友有很明确的需求，然后 ESTJ 也真的很想帮助到朋友，让朋友能够找到符合自己目标的公司。指挥官 TE 可能会非常强势，甚至着急。你的计划安排到底是什么？你准备去哪几家公司投进简历？过几天的招聘会你准备好要去了不？发展良好的副指挥 SI 往往会强有力的提醒，这件事要一步步做。我自己之前的求职也是从迷茫开始的，根据我这么多次求职的经验来看，没有考虑好长期的规划，先别急着在录取上拼命。而发展的不成熟的副指挥 SI 可就会被指挥官 TE 带着跑。对，你得抓紧准备，赶快去把这事儿定了。没定下来之前，别想那么多有的没的。我有次就是因为慢了，结果没赶上时间。可以看到良好的副指挥 SI 会更全面的参照各种主观的经历，而不够成熟的副指挥 SI 会很片面的抓取自己的主观经历中那些支持指挥官 TE 的部分。很多人会给 ESTJ 贴上那种老顽固的标签，恰恰就是对于副指挥 SI 很大的误解。良好的副指挥 SI 做的并不是去通过坚守自己一贯的做法或观念来拒绝接受新的事实，反而是借助自己所积累的经历去更好的接受和理解现实。所以副指挥 SI 的诉求从来都不是不变，而是稳定以及可预期。遇到不稳定和不可预期的因素怎么办？不是逃避，而是想办法如何让它去稳定和可预期。那些选择逃避的，很可能 SI 反而不会是指挥官乃至副指挥。因为指挥官和副指挥能做到这个位置，就意味着他们通常具备良好的抗挫力，也在自己的方向上持有一个大体是积极的态度。比如一个 ESTJ 在需要合作的工作中，合作伙伴是一个非常思维跳脱而且不按规矩办事的人，很多人对于 ESTJ 的刻板印象很可能就会是这样：指挥官 TE 大声说
不管怎么样，最终我们都要把这个工作给完成，要达标，知道没？你把你这些个性、你的创意都收一收，这些都不如做成这件事情达标重要。副指挥 SI 也连声说：“你搞什么？我们一直都是按这个流程来的，你也必须这么来，否则就不安全了。”于是，一个典型的又固执又烦人又强势的 ESTJ 就这样诞生了。你知道吗？这反而真的很像压力下的 ENFP 或者 INFP 啊。可是实际上呢，不说发展的良好吧，就说基本正常的 ESTJ 其实会怎么样？指挥官 T 确实想要达标，把目标的结果看得很重，但是他会理解，在一个合作的项目中，最好的结果肯定是发挥双方更大的价值啊。来，我们好好沟通一下。我说说我做这个工作的思路，你说说你的，我们互相指正，看看怎么样最有效的达标。而副指挥 SI 确实很在乎已经积累的经历，不想要超出预期。但 ESTJ 又不是一个单细胞动物，它是具备复杂的经历，可以去做出不同的预期的呀。我之前有个同学，性格跟这个同事很像。那个同学做事挺马虎的，但是点子是真的很不错。我得吸取教训，这个同事做的工作要多检查一下，然后创意的部分呢，多参考一下他的想法。另一方面，副指挥 SI 虽然参照的是主观经历，但不只是自己的主观经历，还有别人的主观经历，那些专家、书籍乃至人类文明积累下来的宝贵经历。比如同样的情况，还是和一个很跳脱的工作伙伴合作，哪怕 ESTJ 自己没有实际经历过和类似的人合作，找不到可以参考的东西，但是可能他在看到的纪录片啊、书籍啊，甚至讲座中有一些借鉴。副指挥 SI 可能会这样说：这个同事让我想到了爱因斯坦，给我爱因斯坦的这种感觉。他也不算是守规矩的学生，但是后来证明是个天才。我得吸取教训，不能埋没了这个同事的优势。到这里，我们应该也能知道，积极的副指挥 SI 基本上和老顽固这个刻板印象没有一丁点的关系。很多时候 ，ESTJ 的顽固不是他们不想接受变化，而是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去把现在和过去的可靠经历联系起来。甚至可以这么说，对于所有 SI 人而言，也就是 SI 在指挥官或者副指挥位置上的人格，时间都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什么意思呢？他们一方面能够在一些事情上长时间坚持准则和生活方式，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很枯燥，但是他们反而会因此感到安全和稳定。但这不是说他们就一成不变，而是因为 SI 会鼓励他们去不断丈量自己的成长。这个月我的感觉已经和上个月有很大的不同了，虽然只是一点点变化，但我觉得非常的清晰可见。另一方面呢，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几乎可以说去适应绝大多数的事情，甚至是童年的创伤、糟糕的经历、痛苦的关系等等等等。不过适应不是说去接受糟糕的现实，而是不去逃避痛苦的经历。怎么做到的？相同的道理，因为 SI 会鼓励他们一点一滴的见证自己一路走来的旅程。曾经我是那样一个懦弱的孩子，正因为那段经历让我不断提醒自己，一点点变得更加坚强。我已经今非昔比了。这恰恰是副指挥 SI 会在 ESTJ 飞船上持续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指挥官 TE 会带动 ESTJ 去做得更多、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副指挥 SI 就是飞船的减速器，让 ESTJ 飞船慢下来，进行反思，去汲取自己和他人乃至人类的宝贵积累，从中成长，帮助 ESTJ 真正找到长期有意义的人生方向、人生目标。接下去我们来看看 ESTJ 飞船上的第3个船员，飞船上的小助理，学名叫做外倾直觉 Extroverted Intuiting， 简称 NE。NE 本身想要什么？ NE 关注的是在外部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关联，通过不断的寻找更多不同的关联，来发现在外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果光看这个定义不太好理解，通过它的核心特性会更容易理解。在 NE 的视角下，不会有任何单独存在的信息，所有的事情都是彼此之间互相联系的，而且不断根据新收到的信息而产生新的关联，新的关联又继续带来更新的关联，这是一个不断求新的视角。前面2个船员都是管理岗的大佬，指挥官 TE 是整艘飞船影响力最大、最容易发展的好、经常经得起折腾的那个。副指挥 SI 虽然发展程度大不如指挥官，但是仍然值得信任，可以平衡指挥官 TE。但是小助理 NE 嘛，也不是说他不能信任，只是时好时坏，反而很容易把 ESTJ 带到沟里去。为什么呢？小助理毕竟不如2位指挥官来的老练，如果飞船顺风顺水，那他可能也做得有模有样，甚至给2位指挥官带来不错的启发和辅助。对于指挥官 TE 而言小助理 NE 可以协助他去更迅速的理解和解决问题。这件
面是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尝试吗？如果我这么做，可能会得到哪些不同的结果？而对于副指挥 SI 而言，小助理 NE 可以打开他的视野，让他具备更高的灵活性。也许不需要去等待一个完全稳妥的方法，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可靠的参照的，面对一些未知才能够更快的进步。但是小助理 NE 的问题是，当他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辅助两位指挥官达成三角平衡时， ESTJ 确实就几乎可以面对人生中99%的问题，毫不夸张。但是，一旦 ESTJ 过度依赖或重用小助理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 ESTJ 会过度依赖小助理 NE， 因为 ESTJ 飞船的指挥官是 TE， 指挥官 TE 是外倾的，也就是不断的去寻求在外界的互动和反馈的。指挥官决定了 ESTJ 飞船的整体倾向就是向外的。但是呢，副指挥 SI 是内倾的，向内的，会不断拉着指挥官 TE 去反思、去回顾、去慢慢来，多了解信息。那相比于总是拉着自己的副指挥 SI， 同样是外倾的小助理 NE 就亲切多了，因为 NE 也是鼓励 ESTJ 别去想太多，用自己的直觉迅速的在外界发现信息的。越是年纪小，越是发展不够成熟的 ESTJ， 越容易陷入小助理 NE 的甜蜜陷阱。当然，年纪大的也不一定就发展成熟了。比如一个 ESTJ 学生在自己的学业上频繁受挫，总是失败，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无法实现自己的外部价值，指挥官 TE 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不行，我得去实现我的价值，我得让外界都认可我的成绩。这时候，当 ESTJ 状态良好的时候，副指挥 SI 就会拉住指挥官 TE。别急着努力，我们先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总结经验和教训，不要反复踏进同一个错误里。也可以去询问老师的建议，请教一下成绩好的同学。但是按照副指挥 SI 的方式是非常考验 ESTJ 耐心的，我得去回顾、去总结、去请教，我必须要停下来，还不知道我要停多久呢。小助理 NE 这时候就跳出来了，也许也不需要总结那么多，那么麻烦，咱不用那么守规矩，可以另辟蹊径了。看到这张纸没？上面写点答案，考试的时候悄悄看看，高分不就到手了？当然，小助理 NE 未必一定怂恿 ESTJ 就是去作弊，但是他会鼓励 ESTJ 别多想，去迅速发现一些新的可以尝试的方向，赶快动起来，探索起来，做点有趣的不一样的事情。这里的尝试可以是冲动之下报个天价学习班，也可以是转一个学校，也可以是去先干点别的有趣的事情，获得正面的反馈。总之，就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停下来，可以持续的在外界获得点什么。指挥官 TE 一听可顺耳了，没错，我干嘛用那些规矩和精力来折磨自己？换一个方式也可以达成我想到的结果。一切果然还在爱掌控之中。副指挥 SI 还想说点什么，但是直接就被指挥官 TE 加小助理 NE 给摁住了。除非是支持我们的，否则闭嘴。于是 ESTJ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人生中比较鲁莽的决定。但这种状态对 ESTJ 来说通常也不会太持久，因为只要他们在正常的生活中获取了一些成绩、一些正反馈，达成了一些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些都会成为他们非常积极的参照经历。上次我用这样的方式做成了，那我这次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吗？达成目标也没有那么麻烦。怕就怕的是 ESTJ 陷入了恶性循环，自己真的过上了自己非常不满意的生活，这会让他们的指挥官 TE 陷入很大的迷茫。我到底哪里出问题了？怎么做都达不成优秀的结果？我是不是还不够坚定？是不是太犹豫、太软弱了？小助理 NE 这时候又会很贴心的冒出来，给指挥官 TE 分忧。哎呀，考虑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嘛，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啊。你能看到这其中，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老师、你的老板、你的同学同事，你的失败和他们也有些关系啊，他们有很大的责任啊。然后每次 ESTJ 对自己产生了不满，要进入副指挥 SI 引导下的反思时，小助理 NE 的声音总会适时的响起。一旦这种模式成为一种常态， ESTJ 才会真的变得很像大家刻板印象里的那样，就变得非常的固执己见啊，听不进去他人的建议，总觉得只有自己做的才是对的。很讽刺的是 ，ESTJ 对于小助理 NE 的沉迷，反而在这种情况下会让他们无法去接受新事物。为什么？因为 ESTJ 真正接受新事物是需要花费时间去认真的把它纳入到副指挥 SI 的视野中，去熟悉它们，吸收它们。而缺乏副指挥 SI 的吸纳，仅仅靠着小助理 NE，ESTJ 根本不是在接受新事物，而是纯粹的借助那些想象出来的可能性，或者不断变换赛道和方法，以此来逃避自己的失败，逃避自己的责任，来说服自己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问题。
长期以往 ，ESTJ 甚至会展现出特别像是 ENFP 的特征，他不断的在各种领域浅尝辄止，好像具有非常广泛的爱好和好奇心。但是和真正 ENFP 的区别是 ，ENFP 自己自由，也给别人自由探索的空间。但是在这个状态下的 ESTJ 会固执急躁的不断切换赛道，寻找捷径。你能听到指挥官 TE 的怒吼：“我是个有能力的人，我是个大人物，你们都得按我的方式来，没有人能教我做事。”经常还能听见小助理 NE 的捧哏。我轻而易举的就洞悉了这个行业的本质，听我的，打开你的眼界。而对于所有被小助理 NE 带偏的 ESTJ， 破局之法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重新请回副指挥 SI， 把小助理 NE 给摁在助理的位置上。你是助理就老老实实等两个指挥官都完事儿了，才轮到你去辅助他们。好。在最后，我们欢迎 ESTJ 飞船上剩下的那个船员，也就是飞船上的菜鸟新人。当当当当，学名叫做内倾情感 （Introverted Feeling），简称 FI。FI 本身想要什么呢？他关注的是我们内在的完全个人的价值体系。他想要的是无论做什么选择都能带来内在的和谐、内心的通畅。那作为 ESTJ 飞船上的菜鸟 ，FI 在飞船上扮演的角色其实非常的矛盾。一方面 ，ESTJ 其实很渴望菜鸟 FI， 因为菜鸟 FI 会带来新的视野，是 ESTJ 未曾设想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呢 ，ESTJ 又格外的瞧不起菜鸟 FI， 因为菜鸟 FI 所追求的和指挥官 TE 是背道而驰的。很多时候，指挥官 TE 甚至会不由自主地打压菜鸟 FI， 这其实不难理解。指挥官 TE 想要什么？他想要确保一切都系统化的良好运作，每个资源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而这些价值的衡量标准是在外界清晰明了的。你考过了就是考过了，你盈利了就是盈利了，差一点点那就是没有达标。菜鸟 FI 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是自己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软弱，接纳自己的不足，接纳自己的全部，自己内心舒服和谐，喜欢自己。比如 ESTJ 考试考了59分，指挥官 TE 肯定不接受啊！你搞啥子啊？赶紧看看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不管怎么样，必须得到80分。这国码不行就换一个，给我卯足了劲，绝对不能接受不及格。但是菜鸟 FI 不一样啊！你的人生不只是成绩，你就算满满不及格都有自己的价值。你多听听自己内心的情感、内心的声音、自己的认可，自己内心舒服才最重要。指挥 TE 一听菜鸟 FI 的这话，那不得直接炸了？你要考59分有什么资格谈价值？谈情感，谈舒服，只要学不死你就往死里学，不让向软弱的自己妥协啊！当然这么说是夸张了一些啊，但我们能够看到指挥官 TE 和菜鸟 FI 的对立性，不是说他们完全不能共存，但很容易起矛盾。而且 FI 是菜鸟新人，老兵都经常欺负新兵，何况是堂堂指挥官对待菜鸟新人呢？所以 ESTJ 在平时真的经常会压抑克制自己的菜鸟 FI， 不想让自己的软弱情感影响到自己去达成目标，去做自己该做的，发挥自己在资源层面的价值。这种压抑同样会对别人 ，ESTJ 很可能也不希望别人因为各种不可靠的情感因素而影响了发挥，导致作为资源的他们不够坚挺、不够稳定。但如果你稍微接触一点点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你都会知道，一直压着，早晚会压出问题的。首先，压制的东西会有压不住的时候，平时顺风顺水还好，但如果遭遇了挫折和困境，那本身压制的东西就更容易爆发出来。对 ESTJ 来说正是如此，因为平时压抑自己的情感，就像一个高压水龙头被封住了，但里面的水一直在累积啊，在被挤压。突然水龙头受到了一点小小的外力，然后噗，很可能直接就炸了，里面所有的水都涌了出来。ESTJ 这时候就会经历一瞬间的崩溃。一下子他就被自己长久以来忽视的情感给抓住了，而他平时呢对待这些情感的方式就是把它塞回水龙头去堵住。那现在这个方式没用了，他就彻底束手无策了，好像一个无助的婴儿啊，在短时间内完全变成情感的奴隶，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而站在长期的角度而言呢 ，ESTJ 因为持续性的压抑个人的情感，他们在这上面会越来越脆弱的。能够理解为什么吗？就像你一直避免接触阳光，最后一点点光都会让你特别不舒服，难以忍受。而 ESTJ 正是如此，他们不断为了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而克制那些被视为软弱和影响发挥的情感，但那些情感就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们渐渐的会感受到一种割裂，那就是自己那软弱的部分是不会被理解的，是不能被暴
入的，否则自己就会失去价值。可以看到，最后 ESTJ 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你越藏，越压抑菜鸟 FI， 他就越脆弱，越经不起挫折。他越脆弱，那你就不得不越压抑，一直到有一天，就像前面描述的那样，迎来一瞬间的坍塌和崩溃。但菜鸟 FI 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飞船的船员从指挥官到菜鸟，越往后面，不代表他就越差劲，但是一定代表他就越不擅长打逆风局，也就是经不起挫折和挑战。所以菜鸟 FI 在打顺风局的时候，其实对 ESTJ 是非常有帮助和启发的。什么是顺风局呢？那就是 ESTJ 的每个船员都各司其职，良好合作的时候，可能是 ESTJ 状态好的一个阶段，也可能是 ESTJ 真正经历了成长后达成的长期的发展和平衡。这时候，指挥官 T 也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主导权。我需要去做成点什么，我需要去在世界创造价值，带来影响力。而副指挥 SI 很好的辅助到指挥官 T。我不断的丰富我的积累和经历，去获取可靠的建议，反省我做过的错事，以史为鉴，一点点找到我长期的目标和方向。小助理 NE 呢，则让 ESTJ 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有些事情未必要100%的确定，接受一定的不确定性，尝试一些新事物，反而能够带来进步，并且让我积累一下新的经历，获得新的成长。最后，菜鸟 FI 会成为 ESTJ 里面燃起的那团火焰。我的价值不止步于我能做成什么，或者这个世界需要我达成什么。我不再恐惧我的软弱，软弱就是我的一部分。我燃烧自己，但我也尽力而为。其实啊，关于 ESTJ 还可以聊很多。我虽然写了10000字，但我是从差不多14000字删到10000字的。如果你有什么关于 ESTJ 的问题，也欢迎可以在评论区向我提问。这里莎莎，我们下期人格飞船呢会更新到 S 人格的最后一个，也就是 ESFP， 然后我们就到我们的 N 人格啦。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